古人云：富不入恶人之门，贫不入好人之门。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：财富与人的思维方式息息相关。一个人之所以贫穷，往往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。反之，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创造财富，往往是因为他洞察了赚钱背后的逻辑，掌握了致富的法门。财经大学教授李国平曾说，想要积聚财富，单靠努力是不行的，你得看懂赚钱机会背后的逻辑。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财富与思维的关系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吭哧忙了一辈子，也只能勉强解决温饱，而有些人却能在短短几年内赚得盆满钵满。其中的差异就在于他们是否真正理解了赚钱的本质。所谓赚钱，重点在赚，而非钱。赚字背后隐藏着时间、人性、面子、圈子、人品等诸多要素。只有透彻地理解了这些要素，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，一个人才能真正掌握财富的密码，实现财务自由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努力不重要，努力是一个人创造财富的基础，但如果方向错了，再多的努力也只是南辕北辙。只有将努力建立在正确的思维方式之上，我们才能事半功倍，在通往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那么，赚钱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？我们又该如何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，从而更好地掌握财富？接下来，让我们从时间、人性、面子、圈子、人品这5个维度来深入剖析其中的奥秘。1、时间的底层逻辑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时间就是金钱。然而，很多人却陷入了忙的怪圈，他们每天都在忙碌，却始终无法实现财务突破。这其中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真正理解时间的底层逻辑。让我们先来看看穷忙族的困境。所谓穷忙族，指的是那些每天劳碌奔波，但生活水平不高且难以脱离贫困的人。他们并非失业者，有些人甚至兼职做好几份工，可只会出力气却不会思考的人，只能一辈子都混迹在底层。纪录片《穷忙族》中的青年小山便是这部分人的典型代表。小山曾就读于公立高校，从保安公司离职后便一直在打零工。为了多赚些钱，他经常身兼多职，可没日没夜地干了4年，他的生活却越来越拮据。一方面，他没有掌握一技之长，只能拿最低薪资；另一方面，日结工极不稳定，即使他每天再忙，赚到的钱也只是勉强维持日常生活。就这样，他的年龄越来越大，找到稳定工作的机会也越来越渺茫。挣扎到最后，他也只能无奈地感叹，再怎样拼命干，依旧得不到安定生活。对于未来毫无期待，也不能有什么期待。小山的故事折射出无数穷忙族的生存状态。他们每天很忙碌，也很辛苦，但付出往往和收入不成正比。他们一直在打工，以至于根本没时间停下来考虑以后的出路。于是，在这样越花时间赚钱，却越赚不到钱的循环中，逃不出贫穷的桎梏。那么，问题出在哪里？作家刘润给出了答案：思考是唯一一个对任何人而言没有门槛的逆袭机会。很多人之所以穷，并不是因为他不能吃苦，相反的，他不过是用低水平的勤奋来掩盖从不思考的懒惰。真正有效的努力，是一边低头做事，一边抬头看路。确定了方向，就脚踏实地往前走；遇到了瓶颈，就给自己时间去反思复盘，让手和脑同步运行，你才能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分到财富的蛋糕。这就是高水平的努力，也是实现财务突破的关键。可见，在忙碌的同时，我们更需要学会利用时间进行深度思考。只有不断审视自己的人生，探寻内心的渴望，我们才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。而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一边脚踏实地的工作，一边时刻保持警醒和反思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不断突破自我，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。事实上，很多成功人士之所以能够取得非凡的成就，正是因为他们懂得合理利用时间，并坚持终身学习。他们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充实自己，或是听一档有见地的播客，或是阅读一本有深度的好书，
又或是与智者展开头脑风暴。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，他们开阔了视野，升级了思维，从而能够透过纷繁的表象洞见事物的本质。这种洞察力正是他们驾驭时间、叩开成功之门的关键。马云曾说，虽然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，但你可以控制它的宽度、深度和高度。这句话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。虽然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，但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度过这段时光。是浑浑噩噩的虚度年华，还是充实而有意义的成长，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觉悟。唯有珍惜时间，高效利用时间的人，才能创造非凡的人生。此外，管理时间的艺术还在于懂得取舍。我们要学会对事情进行排序，把精力放在最重要、最紧急的事情上。很多时候，与其盲目的忙碌，不如静下心来想一想，什么是此刻最应该做的？是一味地追求眼前的蝇头小利，还是着眼长远，做一些有利于自我提升的事情？是被各种琐事牵着鼻子走，还是聚焦在自己的核心目标上？唯有理清了轻重缓急，我们才能事半功倍，不虚度光阴。总之，时间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资源，懂得利用时间思考的人，才能在纷繁的世界里找准方向，用最少的时间创造最大的价值。而那些只会盲目忙碌的人，最终只能沦为时间的奴隶，永远也赚不到大钱。这就是时间背后的底层逻辑。2. 人性的底层逻辑。人性是理解财富奥秘的另一把钥匙。在金钱的世界里，懂得人性的人往往能够比别人赚得更多。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他们洞察了人性背后的底层逻辑，知道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去对待金钱与他人。让我们先来看一个犹太富商的故事。这位富商名叫库兹马，经营着一家古董店。店里的客人大多是当地的农民，他们一旦缺钱，就会把家里的古董卖给库兹马。这些古董中不乏假货，可每次有人来卖货，库兹马全都收入囊中。他的店员很不理解，问他，为什么您明知道里面有赝品，还是选择收下呢？库兹马就笑了笑说，我全都收下，让他们多赚点钱，这样他们以后遇到好货，第一时间就会到我这里来。这个故事生动地诠释了人性的一条底层逻辑，利可共而不可独。当你想从旁人身上获得好处，最方便的做法就是先让他尝到甜头。凡事先顾全别人，你才能赢得他们的支持，拓宽自己的财路。这一点在古代巨甲范蠡的经商之道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。范蠡曾说，经商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让利。有一次，他发现齐国的马匹优良，而吴越一带良马稀缺，便打算购马匹运往越国出售。但其越之路匪盗横行，加之路途遥远，若贸然前往，其间花费难以估算。怎么办呢？范蠡打听到，齐国商人姜子盾经常贩卖麻布至吴越地区，沿途也都用钱打点过了。于是他张贴告示，以新店开张免费运货为由，吸引姜子盾上门。就这样，两人顺利达成合作。姜子盾因此省了不少车马费，而范蠡也因为姜子盾的庇护，靠卖马匹赚了很多钱。范蠡的做法体现了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。在他看来，总想把利益都攥在自己手里，不仅赚不到钱，还会因此错失很多机会。舍得把自己的利益让出去的人，才能赚到大钱。这就是互惠互利的重要性。真正聪明的人明白，这世上所有的成功从不在于明争暗斗，而在于互相扶持。当你开始学着为别人考虑，你让出去的好处也终会加倍回到你身边。人性的背后永远都有一双无形的手在运作，只有顺应这双手的力量，我们才能在金钱的世界里收获源源不断的财富。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。清末民初时，有一个商人叫张骞，以经营布庄起家。与当时许多奸商不同，张骞从不缺斤短两，也从不偷工减料。他的布料质量上乘，价格公道，很快就赢得了客户的信任。生意越做越大，张骞也渐渐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商人。后来，张骞准备回乡省亲，临行前，他把自己多年的心得传授给徒弟。他说，做生意诚信是根本，
客户信任你才会来光顾你，所以绝不能在质量和分量上做手脚。其次，要懂得适当让利，该赚的钱要赚，但也要给客户一些实惠。只有客户觉得买你的东西划算，才会越来越多地光顾你，甚至介绍亲朋好友来。说完，张谦又叮嘱了一句：记住，买卖不是你情我愿的事。他讲究一个利字，客户从你这里得了便宜，你日后也必定会得到好处。懂得这个道理，你迟早也能成为一方富商。张谦的话正是对人性本质的高度概括。在人情世故的背后，利益永远是主导因素。当你懂得利用这一点，并把它变成双赢的局面时，成功也就唾手可得了。事实上，这种利他的智慧不仅适用于商场，在为人处事中同样受用无穷。我们常说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，道理也正在于此。无论是对家人、朋友，还是对同事、下属，给予别人善意和帮助，终究会让自己获益。因为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零和游戏，你给予他人的，总有一天会以另一种方式回馈到你身上。当然，利他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无私，做一个老好人。关键是要学会权衡利弊，在利人和利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就像张谦所说，该赚的钱还是要赚，只是在赚钱的同时，也要考虑客户的感受，给他们一些实惠，这样你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总之，在金钱的世界里，懂得人性的人往往能够赚得更多。他们明白利他和利己从来就不是对立的。当你学会换位思考，以双赢的心态去经营人际关系时，财富之门也就在向你敞开。这就是人性背后的秘密。愿我们都能参透这个道理，在金钱的游戏中笑到最后。3. 面子的底层逻辑。在中国人的文化里，面子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。很多人为了所谓的体面，不惜透支生活，最终陷入贫穷的泥潭。这背后的逻辑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：人穷的时候，脸面最不值钱。有企业家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：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懂事了；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成功了；当你用面子可以赚钱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是人物了；当你还停留在那里喝酒吹牛，啥也不懂还装懂，只爱所谓的面子时，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面子与财富的关系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很多人为了看起来光鲜，只注重包装自己的外在，却任由真实的生活破破烂烂。可等到肩上的重担越压越沉，才能明白，人穷的时候，其实面子最不值钱。路遥小说《人生》里的高加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高加林曾是一家民办学校的教师，后来丢了工作，成了农民。他回到农村后，总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，放不下内心的清高。父亲让他去县城卖馍以补贴家用，可他到了集市，东躲西藏，怕碰见熟人。别人都卖完了，他还抹不开面子叫卖，一整天一个馍也没卖出去。后来他得知家中连买盐的钱都凑不够了，他才痛定思痛，脱下了孔乙己的长衫。此后，高加林一心赚钱养家，村里需要壮劳力出山劳作，他积极报名。有人组织去城里拉粪，他也顾不上脏臭，毫无怨言地接了下来。就这样，他不再用面子束缚自己，放下身段去赚钱，这才让一家人的生活逐渐好转。高加林的转变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：当生活还在为温饱发愁时，面子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那些有钱人，谁不是一路低姿态的前行，才挣到了垫高自己的第一桶金？只有当你能够放下所谓的面子，想方设法去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，你才能真正明白，你的每一次不要脸都在让你越来越值钱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抛弃尊严，不顾廉耻地追逐金钱。关键在于，我们要学会在不同的阶段对待面子，采取不同的策略。当我们还在为生计发愁时，就要敢于放下面子，努力赚钱；而当我们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，
就要学会用金钱来赢回面子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。这就是面子背后的底层逻辑。4. 圈子的底层逻辑。古语有云：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职场，我们总是与志同道合的人为伍。这个道理放在财富积累上同样适用。事实上，圈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财富状况。以企业家圈层为例，身处其中的往往都是一些极具创新精神和冒险家性格的人，他们不甘平庸，勇于打破常规，追求卓越。在这样一个圈子里，信息、资源、人脉得以快速流通，商业机会唾手可得。正如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所言，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，而企业家圈层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助你腾飞的风口。再看投资圈层，聚集了一批精明睿智的投资者，他们对行业和企业有着敏锐独到的洞察，善于发现并把握投资良机。同时，投资者之间也常凭借信誉和口碑建立起资源共享的联盟。置身这一圈层，你可以零距离向顶尖投资者学习，及时把握一手投资信息，从而事半功倍。学术圈层同样不容忽视，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离不开理论创新。许多学术成果一经转化，就意味着一个全新赛道的诞生。比如今年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，背后就有许多科研院所的基础性研究做支撑。某种意义上，学术圈层是面向未来的圈层，抢占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。那么，如何才能进入优质圈层呢？关键是要提升自身价值，让圈子内的人愿意接纳你。这需要在专业领域建立威望，并展现人格魅力。你可以从参加高质量的行业论坛、研讨会入手，去认识圈内人士，持续学习和贡献想法，慢慢的就能够融入圈层。记住，给别人带去价值，自己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。张一鸣的创业史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。他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，家境贫寒，但凭借过人的数学天赋，张一鸣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在校期间，他广泛涉猎编程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知识，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基础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张一鸣在南开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技术伙伴，其中一些人日后成为字节跳动的核心骨干。研究生毕业后，张一鸣加入了微软亚洲研究院，师从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权威专家。在那里，他进一步磨砺了技术，也拓宽了学术人脉。正是凭借这些圈内资源的助力，张一鸣才能从容地创立今日头条，并把它快速做大做强。从张一鸣的经历可以看出，主动向优秀的人学习，对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。在职场中，我们要学会谦逊，虚心向同事讨教，吸收他们的经验和智慧。对上级领导，更应该充分利用向其学习的机会。领导往往都是业内的佼佼者，跟随他们，如同登上了望远镜，视野会变得无比开阔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通过阅读名人传记、案例，学习他们的成功之道。比如芒格的多元思维模型，乔布斯的审美追求，马斯克的超前思维，都是值得致敬和学习的品质。将这些经验内化，并身体力行，定能让我们不断进步，向优秀的人看齐。5. 人品的底层逻辑。谈到财富，我们往往只看到金钱的多寡，却容易忽视背后的深层逻辑。事实上，人品才是决定财富的根本因素。正如格言所说，金钱如粪土，人品如黄金。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会在方方面面影响其财富状况。感恩就是人品的重要体现。懂得感恩的人，往往善于发现他人的恩惠，并予以铭记和回馈。这种心态能够帮助我们积累正面的社交资本。当你对他人心存感激时，也会激发对方再次帮助你的意愿。久而久之，越来越多的贵人和机遇会与你不期而遇。反观那些忘恩负义、恃才傲物的人，即便一时能够聚敛财富，最终也难逃人际关系破裂、声誉受损的厄运。正所谓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所以我们要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饮水思源，
才能实现财富的长久积累。说起感恩，微软公司清洁工的故事堪称典范。上世纪80年代，比尔·盖茨无意间发现公司的一位清洁工非常敬业。在打扫卫生时，这位清洁工捡到了一个装有$900现金的信封。他本可将这笔巨款占为己有，但他却选择如实上交。对清洁工的这一义举，比尔·盖茨给予了高度赞扬。他认为，这位清洁工展现了难能可贵的诚信品质，是公司的宝贵财富。于是，盖茨力排众议，破格提拔这位清洁工进入管理层，成为微软园区的总务主管。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，出色的品德是个人发展的基石。当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得到普遍认可时，他的事业往往会突飞猛进。因为品德高尚意味着值得信赖，能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。久而久之，个人的口碑和声望会成为一张王牌，为发展事业扫清障碍。谈及个人品德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，日本企业家袁一平的3N 理念堪称典范。袁一平是日本爱知实际工业公司的创始人，他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始终铭记家恩、国恩、社会恩。所谓家恩，是指企业要感恩员工。袁一平认为，一家公司的发展壮大是全体员工辛勤付出的结果，因此企业要关爱员工，帮助他们成长，让他们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。基于这一理念，袁一平率先在日本企业中推行员工分红制，并不断改善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。国恩则强调企业要报效国家。在袁一平看来，企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培育，因此企业应该履行社会责任，依法纳税，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造福桑梓。他本人也带头捐资助学，回馈家乡的教育事业。社会恩更进一步指出，企业要感恩整个社会。袁一平意识到，企业获得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源自社会大众的支持和信任。出于对消费者的感恩，他要求公司在追求利润的同时，也要重视产品品质，真诚对待客户。在3N 理念的指引下，爱知实际工业公司逐步发展成为一家基业长青的100年老店。这一案例生动地诠释了品德与企业长远发展的关系。唯有胸怀感恩，始终保持高尚品格，企业才能真正做到利润之上，社会责任为先，实现永续经营。通过上述讨论，我们可以洞察到，一个人能否获得持久的财富，与其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息息相关。唯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并身体力行，才能在财富积累的道路上走得稳，走得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学习能力和良性的人际圈层可以说是两大利器。学习让我们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，在知识和能力上实现突破；优质圈层则为我们插上腾飞的翅膀，让发展之路变得更加通畅。然而，所有这些都必须以高尚的品德为前提。大丈夫先立德，而后立功、立言，只有德才兼备，内外兼修，我们才能真正达至持久的成功。让我们从现在做起，洞悉财富的本质内涵，以突破个人局限，迈向更高远的人生境界。为此，方能不负时代的厚遇，成就非凡的事业。财富的真正意义，在于它能够让我们活出更精彩、更有意义的人生。钱从来都只是一种工具，一种助推器。它固然重要，但绝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。真正决定我们人生高度的，是我们的思维模式，是我们的价值观和处事原则。在追逐财富的路上，我们要学会跳出时间的牢笼，用更聪明的方式去工作。我们要洞察人性，懂得利他，学会在给予中收获。我们要放下面子，以谦逊的姿态拥抱生活。我们要进入优质圈层，与优秀的人为伍，向榜样看齐。我们更要坚守良知，做一个有德有才的君子。唯有内外兼修，我们才能真正驾驭财富，让金钱成为我们通往幸福的垫脚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携手前行，以正确的方式追寻富足，以高尚的品格塑造人生。我坚信，只要我们志存高远，脚踏实地，终有一天，我们都会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丰盛。
让我们从现在做起，以更豁达的心胸拥抱生活，以更高远的视野规划人生。愿你我都能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一路向前，不负韶华，不负自己。最后，我仅以这句话与君共勉：生活中最宝贵的是生命，生命中最宝贵的是财富，财富中最宝贵的是智慧，智慧中最宝贵的是爱心。愿你我都能悟透财富的真谛，收获人生的富足与美满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